林队，嫂子情况怎么样？坐着还好，就是一站起来走路疼的不行。那得去医院看看。算了吧，俩孩子都劝不动，我说了就更不管用了。现在能坚持吃防三高的药，就已经谢天谢地了。老刘，能走开1、2天吗？我让我妹去家里就行了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我想让你去趟市里。行，明儿一早就去。不，现在就走。行。好，我准备一下。你怎么来了9点半了，给你打电话也不接。宾馆中枪的冯立兵，他男人今天回来了，你要不要见一见？他人在哪？现在已经到医院了。小马去李思琪家了吗？那边情况怎么样？他男人王文杰很担心他现在的情况，说愿意配合我们后面的所有调查。我实在是想不通，他怎么还会遇上这种事儿啊？我们这一辈子也没有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啊，也没得罪过什么人啊。我让他跟我一起出去，他非要留在这儿。现在好了，我实在是想不通。成哥，你平时在深圳做什么呀？就和几个老乡一起在那边干活，做工地混凝土。那你属于常年在外面打工了。你们结婚多久了呀30几年了吧？84年结的婚。那挺久的了。胡一婷出事的时候，你爱人有跟你提起过他吗？胡什么？你不认识啊？你说胡什么？胡怡婷。好像不认识。08、09年的时候，你们在家吗？应该不在。我们是04年就出去啊。他也是头2年才回来的。赵长松呢？跟你们关系好吗？赵长松？他谁呀？没事，那个我刚跟医生聊过了，强哥，你也别太担心，说你爱人恢复的还不错，应该很快就能醒来。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，你爱人有可能看过开枪的凶手，如果他醒了，你第一时间跟我们联系。好的，那我先回去。喂，小魏。林队，吴小军上午接了个电话之后就变得很奇怪，感觉他有点坐立不安，而且他今天早早就离开餐厅了。他现在人在哪儿？我们正跟着呢，也不知道要去哪儿。行，有情况随时联系我。明白。
这小子到底要去哪儿啊？喂，小魏，吴小军好像是要去县医院，你们在哪儿？我们马上快到了。吴小军，行，你们别管了，我们就在医院。明白，直接走，别进去了。他来医院干嘛？不会是冯丽萍？冯丽萍。先看看他到底想干什么。那边还有电梯。我走楼梯。站住！罗军！哎，你干什么？别跑！跑什么呀？啊！赵伟，我问你跑什么呀？衣服里藏的是什么？准备给冯丽萍的吧？为什么要给她送钱？因为意外打伤他，觉得愧疚，对吗？是这样吗？吴小军，你知道我们有的是时间等你开口。我知道开枪打伤他的人不是你，那个人是谁？我不知道。那你为什么还要送钱？谁让你去的？是你姑妈吴小梅对吗？我们看到她去银行取钱给你，是她对吧？
那天在宾馆开枪打伤冯丽萍的人是谁？是我。你觉得你能骗得了我们什么呢？拍到的监控你也看了，还不准备说实话？是我请的人。你请的人？什么人？外地人。外地哪儿的？甘肃的。叫什么名字？现在人在哪儿？你侄儿吴小军的说法可跟你不一样。他什么都不知道，是我自己请的人，这事儿跟他没关系。你刚不是说是你自己做的吗？你知道真正的凶手是谁对吗？你第一次看见凶手的照片，反应就不对，我就知道你认识他。说吧，他到底是谁？那是别人介绍的，我不知道他叫什么。办完事儿，他已经走了。办完什么事了？杀人。杀谁？李佳佳、赵长松，还有呢？其他那几个女的，这你们都知道。为什么杀他们？是他们害死了小婷。怎么害死的？周灿呢？是不是也死了？还有李子欣，也是你请人杀的？是。李子清怎么死的？你不是说也是你请人杀死的吗？他到底怎么死的？吴小妹，你到底在包庇谁？喂，林队我刚见了胡一婷当年的班主任，他说，胡一婷当初在这边读书的时候，他的父母根本就没有出现过。当时他舅舅吴念生还活着，是他帮他联络的学校。可是之后跟学校联系的并不是他，而是胡一婷的表哥吴小军。当时吴小军也在重庆。吴念生的同事说，他大部分时间都在长沙，而吴小军却一直和胡一婷住在一起。你姑妈想把所有的事情都揽在自己身上，你知道吗？你跟胡一婷是普通的表兄妹关系吗？这么多年，没有出去过，没有交过女朋友，没结过婚，一直住在那样的小隔间里，都是因为他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比那些人优秀，所以才被逼着去拍了裸照，逼着跳了河，对不对？闭嘴！连死了都没个好名声，难道不应该替他报仇？闭嘴！让你闭嘴！林队，老高那边有些新发现，让你赶紧去一趟。什么情况？我把凶手和吴小军的 DNA 做了一个比对，我发现吻合度竟然在99.4%。99.4%。也就是说，凶手是吴小军的直系亲属。可他爸妈早死了呀。他妈99年死在一家私人诊所，我已经联系过了，那边有明确的死亡记录。而他爸吴念生2014年的时候病死的，
销户人正是吴小军，当时没有办葬礼，根本就没人看过他尸体。真正的凶手就是胡一婷的舅舅吴念生。喂，小马，去吴小军家，凶手有可能是他爸吴念生。明白。你们什么人？出来！怎么样？老大，人不在这儿，家里一个人都没有。知道了。不过我们在他家找到一点东西。什么东西？一些照片，吴念生和胡一婷的照片。为什么是3万块钱？你爸为什么让你给他3万块钱？还不是我？我们已经做了 DNA 对比，杀那么多人的凶手就是你爸吴念生。为什么替他小虎说他死了？他逼你的吗？是吗？是吗？他人在哪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他刚让你给完钱，你怎么可能不知道他在哪儿？不是他让我去送的。那是谁？我根本不知道他在哪儿。你们怎么联系？不联系。那你为什么要让吴小周送钱给冯丽萍？我是看到新闻猜到的。冯丽萍是不是意外中枪？你也能猜到。她跟你女儿的案子有没有直接的关系？你也能猜到。我是打听到的。怎么打听到的？跟谁打听的？吴念生到底在哪儿？我跟你说了，我不知道。吴小梅，你哥杀了多少人，你知道吗？你怎么就没劝过他？根本就劝不动他。胡一婷在重庆读书的时候，是不是一直住在舅舅家里？我知道胡一婷的死对你们家庭影响很大，但是现在死了那么多的人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庭，每个家庭都被这件事情所影响。如果我们找不到吴念生，他是不会停手的。
他还会继续作案，继续杀人，你知道吗？我哥不会乱杀人的，我相信他，他不是那样的人。你知道吗？我哥，他不是小婷的舅舅，他才是小婷的爸爸。吴念生是胡一婷的爸爸。小军是他们的大儿子。我嫂子怀小婷的时候，计划生育抓得严。那个时候，好多人为了躲着罚款，都回老家了。我哥和嫂子也回老家了，我们家里也什么也没有。后来我嫂子就在一个山洞里面生的小婷，当时那伤口没处理好就感染了。后来没过多久，我嫂子就死了。为了躲罚款，把小婷登记在我名下，所以他从小管我哥叫舅舅，他已经习惯了。那10年前，胡一婷参加选秀的时候，你哥在不在临川？当时我哥是在一个市里一家装修公司上班，让小婷回来参加这个节目，纯粹是我的意见。开始我哥还不同意，他胆儿小怕事儿。后来我就跟我哥说，这么好一个机会，他也就妥协了。一直到小婷出事儿，小婷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儿啊？你别过来，跟我说，你有什么话跟我说好不好？啊！小婷从小一直叫我妈，我却亲手害了她。当年胡一婷到底经历了什么？我哥只是跟我们说，小婷是被害死的，也没说具体的什么。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？就在那码头酒店，李子信死了之后。14年。之后你们就完全没有见过他，也不知道他在哪儿。即使知道，我也不说。
但是我真的不知道。如果这一切真的都是他做的，那小婷要不枉这么多年这么委屈，做他的女儿。你可以走了。吴念生09年回的临川，一直到14年都有资料记录，而吴小军给他做的死亡证明，恰巧是李子欣遇害后的2个月。也就是说，吴小军之前一直在给他做掩护。咱们这样放了他，会不会？关着他们也没用，这俩人就算是知道，什么也不会说的。小敏，林队，吴小梅和吴小军的手机通讯录里暂时还没有查到什么可疑的号码，他们都没有存和吴念生有关的信息。转账记录呢？得明天早上才能查。还有林队，吴小梅和她老公韩洪亮住的房子是他们自己买的，老房子已经拆了，他们名下也没有租过房。吴小军现在住的房子也是他自己租的，他也只有这么一个地方。韩洪亮的家人有可能帮吴念生租房子吗？暂时查到的目前没有。好，你也早点休息吧。好的，林队。下午看到有人来找你，有事儿啊？法院传票，为立军准备跟我上法庭争子豪了。之前就跟你说过律师的事儿，你不考虑考虑，要不要明天让他们过来一趟？算了吧，你自己被人起诉的事儿都还得托关系解决，我能信你？听谁说的？这点小背景，还查不到？林哥还挺关心我，做过背景调查。不过我倒是想问问你啊，同时把人2条胳膊都给打折了，你当时怎么想的？那哥们呢是个惯犯，专偷手机，3000块钱以上手机不偷，苹果手机不偷，净偷便宜的。我来来回回抓了他4次，进去没多久就出来，长得挺精神，又不傻。我就想让他长长教训，结果就给人双杀了。我给我自己双杀了，听说好了之后还干这个。赔了多少钱？钱是小事儿，市里混不了了。咱们这儿也不错，以后就留这儿了，挺好的。先抓到吴念生再说吧。虽然他死的女儿挺可怜的，但是哪一个受害者不是别人的女儿呢？我当时看到李杰家的尸体都懵了，一个女孩绑成那样，下手还那么重。我们会抓到他的。喂，您好。请问哪位打的电话？喂，您好，请问是重庆市圆梦装饰有限公司吗？是啊。我们这里是临川县公安局的，我们之前查到有一个叫吴念生的人在你们那里工作过，请问您能帮我查一下吗？对，09年他从重庆回来的。09年，吴念生的社保就交到09年，之后就没有了。你们在临川有分公司吗？或者销售点什么的？没有吧？现在肯定是没有。09年那会儿，你稍等，我帮你查一下。喂，
吴玉婷09年出事之后，吴念生再也没有回过重庆。从09年下半年在一家装修公司干了2年的时间，一直到11年因为身体情况不干了。还能找到他的同事吗？之前有个关系比较好的在临春汽车报废厂，现在当保安，我正在赶过去的路上。那边。真的记不太清楚。你再好好想想，他从来没跟你提起过。当时我们都知道，他家里有个小孩出事了，但是他这个人话很少，工作倒是准时出工的。真不记得他提过什么节目。吴念生具体辞职的时间，您还有印象吗？差不多是11年中秋左右吧。他说过为什么吗？他运气不好，被车撞了，那时候身体已经不行了。被车撞？具体什么情况你知道吗？就知道他的肝和胃都被撞坏了，后来也就没有联系。我听装饰公司的老板说，你们俩之前关系特别好，你还去他家帮他弄过房子是吧？啊，你说那山上啊，当时就是去帮忙。山上？山上哪儿？周围就这一家，应该就是这儿。地上还有印儿。先把这儿包围起来再说，大家分头行动。我进去看看。哎，小心点儿。要不要我过去看看？再等等。进来吧，没人。
这里面东西应该都是他的。里面还剩半桶水，桌子也挺干净的。但看里面这灰，应该不经常回来。这个还能放出来吗？机器坏了，袋子拿回去确认一下。不会吧？应该就要出残了。像一本熟悉故事书，真相在渐渐模糊，像冬天轻片起了雾，想挣脱束缚，又陷入逃不开的桎梏。是人都有错误，却不是都渴望宽恕。每个人寻觅的幸福，藏匿在灯火阑珊处，挥霍掉经年累月的赌注，体会捶胸顿足的领悟。等到惩罚被解除，才知生命本痛苦。这
这城市喧哗的末路，只残留安静的孤独。谁知道这场薄命的演出，只是身不由己的旅途，用尽全身解数，始终走不出迷雾。